王妃，老奴在门外听得真切，这事儿应该是成了。我萧儿总算开窍了。母妃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萧王府世代单传，子嗣艰难，你却天天想着你那没影的桃花，你真的想让我们萧王府绝后不成？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今日你若是不在这些秀女中选一人带走，你就别想离开。母妃，您这是……整个锦绣阁就没有一个你中意的吗？行了吗？世子，世子，滚！桃花，你在哪儿？这位公子好生俊俏啊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你也中了合欢散。云里哥哥，你娘说了，歇了我的红盖头，这辈子只能做桃花的新郎官。云里哥哥答应小桃花。你是桃花？我求求你们！让你喝了这合欢酒，就算你是贞洁烈女，也乖乖的跪下求老夫啊！快呀，给他喝上！喝！美娇娘，我来了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快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快来人呐！逃过了六旬老汉，却又主动睡了个陌生人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不管他是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赶紧离开的好。有一片桃花惊艳，了却浮生缘，没有见，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土，一点露，一花一树一团土，几时种？
怎么，我昨晚表现不好吗？这么急于离开？一般吧，看在你忙活了一晚上的份上，这是给你的报酬。我昨晚的表现，就只值这个簪子。我与公子结因合欢散失智，此事不过是药力作祟，还请公子保守秘密，日后相遇只当陌路。此人非富即贵，与我是好是坏，是福是祸，尚不知晓。目前赶紧离开，才是明智之举。世子爷，刚刚那个女人是？还不确定，立刻去查锦绣阁。是。双儿姐姐，王妃娘娘送给你这么多赏赐，想来你很快就要成为锦绣阁的主人了吧？还以为世子殿下为了沈家走丢的女儿当一辈子和尚呢，没想到昨天晚上就被双儿姐姐给拿下了。双儿姐姐，你可真是了不起！滚！即使世子昨晚没有宠幸我，我也不会让别的女人得宠。世子只能是我的。哼，有些人呢，长得人模狗样，也不过卑贱如蝼蚁的命。听说叶双儿昨夜被世子殿下宠幸，原本他就因为我技艺出众，百般刁难。今后在锦绣阁的日子，怕是更难过。宋锦儿，你不是已经被卖到王员外家做小妾了吗？还用得着来我们锦绣阁吗？叶双儿，你是秀女也好，锦绣阁掌事也罢，我宋锦儿就是一个安安分分的秀女。请你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井水不犯河水，可是我只要看到你这狐媚的脸，就想把它刮刮。双儿姐姐，没事吧？宋锦儿，你居然敢打我，真是不要命了！给我上！住手！世子金安，世子从没来过锦绣阁，今天怎么会？世子殿下，就是这个宋锦儿，她昨日已和王员外洞房，今日又到锦绣阁内。你是锦绣阁新掌门云城世子萧云礼？正是本世子。他就是世子殿下。那叶双儿昨夜被离姓，岂不是在说假话？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世子殿下，我听说王员外有10几个小妾，宋锦儿怕不是已经染了什么脏病？我们锦绣阁内可不能留这种人。我锦绣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当家做主了？奴婢不敢。只是众人都知，锦绣阁内的女人只能服侍世子殿下一人。够了！那是我母妃的规定，不是我。还有，你们谁都别妄想爬上本世子的床榻。我怎么都忘了，传言世子对勾引他的女人，不是杖毙，就是赶出锦绣阁，他又将如何处置我？宋锦儿，出来！爹，现在你竟敢在洞房花烛夜搭上王员外还逃婚，你给我们惹了大麻烦了！你们为还阿弟赌债，将我卖给六旬老翁，这还是我亲生父母吗？原来昨晚他是逃婚出来，怪不得异姓。哼，嫁进王府享福你不愿意，好，那就卖到青楼还债。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现在能救我于水火的只有这个男人了。赶紧走啊！谁敢在我锦绣阁抢人？
娘，救我！居然敢当着本世子的面抢人，不想要命了？有钱有势，果然不同。看来，若想在这世间立足，我宋锦，你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世子殿下，小人在处理家务，惊扰到了你，孩儿不懂事，你饶他一命吧！世子殿下饶命啊！饶他一命吧！放了我儿，就是让锦儿在锦绣阁做一辈子工也行啊！对，欺我也就罢了，自己家人也如此欺我，宋锦儿凭什么就是你们的牺牲品？滚！娘，我们这就滚！多谢世子殿下。多谢世子殿下。听闻世子平时一副冷脸，人称冷面郎君，却等了沈家女儿多年，此刻又能维护我一个微不足道之人，原来是个外冷内热、重情重义之辈啊！不必，你没事就行。这个冷面郎君，刚才竟然对我笑了，什么意思？你笑的什么东西啊？盛酒了，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？这个月的月事推迟，难道我有血了？能不能好好干活？哎，你敢推我！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真安。世子殿下最近总来锦绣阁，难道是因为他？看破不说破，你还有得过啊！这萧云礼如果知道我有血了，他又会如何对待我和这个孩子？世子殿下，这个宋锦儿不会有喜了吧？通知医馆女官，为所有秀女把脉看诊。是。哼，到你了，还不快点！快去！哼。你们都别杵在这儿，到外面候着去。医官大人，莫不是锦儿得了什么脏病，不能让我们知晓？某些人呢，心脏嘴也脏。我要是得了脏病，第一个传染的就是你。出去！看什么看？还不快点给我去干活！快走，快走！宋锦儿，你有喜了。果真是一次就怀了，萧云礼，你可真行！等下，他不会杀了我吧？不对，萧家子嗣艰难，他断舍不得这腹中骨肉，难道是被王爷为糟蹋了？宋锦儿，我说你这几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，总是单哦？原来不知道怀了谁的野种啊！某些人呢？手功不怎么样，管的倒是挺宽啊。一张狐妹子的脸，到处勾三搭四，看我不禀告王妃，将你进猪笼！给我拉走！走！如今我有了这腹中利器，便不会再任由你们欺辱。走！世子殿下，出事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宋姑娘未婚先孕，那些绣娘要压着她进猪笼呢。什么？宋锦儿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如果你现在说出那个野男人是谁，王妃祈福回来，说不定我还能替你求求情。叶双儿，我们相处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？说，
孩子是谁的都与你无关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还嘴硬，看来不用点刑法，哼，你是不会说出那个野男人是谁。哼，宋锦儿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那个野男人是谁？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放开我！萧云林，我就赌1两银子，你会来救我。你还真是嘴硬。小翠、小兰，有上刑！世子殿下请安，世子殿下请安。虽然晚了点儿，毕竟还是来了，我赢了。是谁准许你们滥用私刑？想死吗？世子殿下，都是这个宋锦儿，她不知道怀了谁的野种，我怕坏了锦绣阁的声誉，所以，世子殿下，求您开恩。我问你有什么资格？要是简儿有半点闪失，不对。肚子好痛。全女一，把他们给我带回去。是。跟我走。你们最好诚心祈祷，宋姑娘和腹中胎儿平安无事。哼，否则一个都别想活。世子饶命！世子饶命啊！闭嘴！回禀世子，胎儿并无大碍，我这就回去开一副保胎药来。他的手怎么样？已经上过金疮药了，只是宋姑娘手指受伤严重，1个月内不可刺绣。疼。方才是谁下令责罚宋锦儿的？不说全部拉出去杖毙！是他，是他让我动手的。是他，是他，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杖责20。是。世子饶命啊！我都是为了锦绣阁的声誉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无力。下饶命！再有下一次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有人呵护的感觉真好。既然你怀了我的骨肉，我定会给你名分。名分？我会娶你进门，还会给你补偿。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罪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补偿？1两银子。对，就1两。你欠我的。啊？世子，保胎药煎好了。宋锦儿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双儿姐姐，
明明你才是世子选中的女眷，不仅没有得到封赏，还为了宋锦儿那个贱人责罚你。你还说，刚刚是不是你第一个举报我的？萱儿姐姐，谁知道那个宋锦儿那个贱人使了什么媚术，竟让世子殿下如此器重她？难道宋锦儿肚子里的孩子是世子殿下的？不行，我一双儿不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宋锦儿也休想。你为什么跟我一个堂堂云城世子，就要1两银子？因为我只有1两，也只能赌1两。你就别无所求吗？有，锦儿也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能否做到？你能否做到？揭了我的红盖头，只能做桃花的新郎官，你能否做到？世子殿下若觉得为难，锦儿绝不会强迫世子，孩子我会生下的。萧云里，我再跟你赌一次，赌你永远不会让我输。这一次，我赌我的一生。一生一世，一双人。沈姑娘，哇，构图精巧，针法细密，真是难得的好绣品。多谢沈姑娘抬爱。沈姑娘，您不愧是和世子殿下有婚约之人，眼光果然一致。世子殿下也特别看重锦儿呢。什么？原来她就是要顶替沈萧两家婚约的庶女沈云溪，本就张扬跋扈，在我叶双儿从中挑拨，看样子又要有麻烦了。宋锦儿是吧？听说锦绣阁的桃花开得正艳，给你1个时辰，给我绣一方桃花手帕，如何？请沈姑娘恕罪，奴婢的手指刚受过伤，不能在1个时辰内完工。好一双珍贵的玉手，我听说世子殿下还亲自给你包扎，我倒是要看看这双手有什么不同。若是不能完成，我便废了你的手指。好痛！沈姑娘，吾乃锦绣阁之人，还请您看在世子的面子上，饶了奴婢。你区区一个锦绣阁秀女，还敢拿世子殿下为自己开脱？以前遇到这些人，只能唯唯诺诺，如今我已不再是昔日阿嬷。锦儿素来听闻，沈姑娘仪态万方，言辞得体，今日对奴婢如此苛难，若是被世子殿下知道过，又会如何呢？你区区一个贱婢，竟然敢对我说教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要来了，终究还是来了，那就动thủ过来。没事吧？早就听闻你骄纵跋扈，没想到你是这般不堪。云里哥哥，是他先挑衅我的，所以我才教训他。闭嘴！即刻滚出锦绣阁，否则我与沈家立即取消婚约。宋锦儿，给我等着！
我沈元熙自有办法对付你。走。都给我滚！如果你说出孩子是我的，他们定然不敢冒犯你。如今这孩子名不正言不顺，我又有何面目继他侍卫？我听出来了，你在怪我。你放心，我会最快给你个名分。男人都爱逞英雄，不知热柳扶风，原是戏文唱词。不过浅浅伤痕，便能叫他生出护犊之情。不是我宋锦儿心计，而是重压之下必须反击。萧云岭，对不起。锦绣阁的秀女宋锦儿怀了萧家子嗣，此事可当真？母妃如何得知此事？允儿，你糊涂呀！这天大的好事，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母妃呀？母妃您坐。我也是刚刚才得知她怀有身孕。萧家本来就子嗣艰难，这是我们家的福气。快备好马车，今日你便去提亲，切勿怠慢了我的亲家。咱们萧府要下重金迎娶这位姑娘。知道了。爹娘病重是假，骗我回家是真。说吧，这次又要叫我卖给谁？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骗呢？是你这丫头命好，有人愿意出10倍的聘礼聘娶你。10倍的价格，又是几群的官官莽夫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这是沈小姐啊，看你的绣工了得呀，啊，才愿意出这10倍的聘礼，给你找一个好人家。这都是你的福气呀。就是，沈云溪，我不可能嫁的。瞧把你能的！你看这孩子，由不得你不嫁。沈姑娘派的花轿马上就到。我怀孕了，嫁不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人家王员外可说了，人家都没碰你。说，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？快说！世子殿下，萧云礼。世子殿下，你骗鬼去吧！世子殿下能看上你这个野丫头？哎呀，行了，不管是谁的，那个沈小姐的钱我都收了，这孩子必须打掉，打掉！你们，让你不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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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掉这个野种，给我打掉！还打？打！可怎打？打掉这个野种！要打，要怎么打？一定要把孩子给我打掉！打！打呀！萧云礼，我们的孩子要保不住了。你们活腻了是吗？世子殿下。世子，竟然护住了我们的孩子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母子。周护卫，杀了他！世子爷饶命啊！
娘，救我！世子殿下，宋家就仅此这一根独苗，求世子殿下饶命！世子殿下，你就饶小儿一命吧。都怪这个死丫头，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怀了一个野种。我宋某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家里，我要自清门户啊。清理门户，我早已备好黄金100两、白银1000两来迎娶她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肯这样对她！什么？黄金100两、白银1000两，就是要迎娶锦儿这个死丫头？难道莫非她怀的是世子殿下的孩子吗？本来你们可以靠着锦儿肚子里面的孩子过上人上人的生活，如今你们可能五虎消受。这。锦儿，把刚才他们打你的100倍、1000倍的还回去。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！就饶我一命吧！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饶我一命吧！使不得！我错了，姐姐，我错了。死丫头，我们可是自己家人呐！家人会把我像牲口一样卖来卖去，家人会打我记事起，只有打骂没有半点疼爱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哎呀，锦儿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干系。别哭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做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狠狠的打！使不得呀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从今往后，我萧云就是你的家人。家人，就是你那个要成为你家人的沈家，如前让我嫁于他人，还差点害死我们的孩子。沈家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既然你这么想要彩礼，你来嫁。老爷，使不得呀！她可是我老婆呀，使不得呀！这……哎呀，宋家这你看，这都嫁了几次了？上次嫁给六旬老员外，这次啊，又嫁给了臭名远扬的张二赖，真惨！你说这宋家人心也够黑的。是啊，可怜了锦儿那姑娘。可不嘛。小娘子，别害怕嘛，为父会好好对你的。不是宋锦儿，哎，你看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这是。说好的美娇娘怎么变成丑婆娘？宋锦儿呢？出来，宋锦儿！哟，哎，这不是锦儿吗？是啊，我的美娇娘在这儿啊！活该呀！你知道你他妈得罪是谁吗？
我也很想知道，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？说。是沈家小姐，宋玉姬让我来迎请宋姑娘的。她说万事准备妥当，我就做新郎便是。你沈云溪非要无中生有设计害你，就别怪我痒痒。沈云溪，世子殿下，我一条卑贱之命，不知怎的得罪了权势滔天的沈家大小姐。怎么办？我好怕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如果害怕的话，那我就替你拔了它。小姐，说。什么？他居然亲自去宋家救了那女人！他肯定知道我是主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叫我娘亲为我求情去。小姐，萧家婚书退回来了。世子接连救了锦儿几次，锦儿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世子。以身相许如何？这次我一定让你满意。你呀，老是不正经。你把那沈家婚书退了，为我出气，我自是欢喜。但我只怕沈云溪会变本加厉的来害我，总让你担心。放心，这次回去，你就是世子妃了。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害你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嗯。可我听说，你从小心里便藏了一个姑娘，名叫桃花。这你从小就有吗？我听我母亲，也就是宋氏说，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记忆丢失了一段。但这个是我记事起就有的。那你还有没有印象？随身有一些贵重的东西，比如玉佩。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难怪对我没有一点印象。恭迎世子爷回府，世子爷万安金安。参见母妃。小女宋锦儿参见王妃娘娘。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萧王府的世子妃了。世子妃万福金安。无论他是不是他，自此以后，宠他，爱他。谢谢你，萧云里，让我嫁给了想嫁的人。如果你的桃花出现，我会主动让位；如果没有，我就做你的桃花。多谢王妃娘娘厚爱。世子妃如今嫁进萧王府，只管好好养胎，好好享福便是。谢王妃娘娘和世子厚爱，只是锦儿多年与锦绣阁朝夕相伴，实难以割舍，还望能继续留在锦绣阁。哦，你还想留在锦绣阁做绣女？母妃，既然锦儿想留在锦绣阁，那便将锦绣阁交给她打理。一是随了她的心愿，二来锦儿心思细腻，定能将锦绣阁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母妃觉得呢？也好啊，只是如今她有孕在身，
凡事切不可太过操劳，万事要以身子为重。孩儿明白，定不会让母妃操心。简儿，从今日起，本世子便封你为锦绣阁掌事人。听说锦儿已是锦绣阁掌事，他就算当了锦绣阁掌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就是，双儿姐姐可是世子殿下选中的女人，难道还怕她不成？我倒要看看，他这个锦绣阁掌事能做多久。简儿成为世子妃一事，还望世子殿下批我保守秘密，简儿不想因此遭人非议。我答应你。暂不公开世子妃名分，我倒要看看那些人能做出什么妖来。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啊？宋长师饶命啊！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您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就饶了奴婢吧。小翠，手伤成这样，我请医女过来为你诊治如何？不敢麻烦宋长师，还请宋长师高抬贵手，放过小翠一命吧。叶双儿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双儿不知道宋长师在说什么，宋长师饶命啊！刚刚掌权就滥用私刑，我们这些人以后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呀？对啊，我就是啊。对啊，宋长师饶命！何事在此喧闹？世子殿下金安，殿下金安。世子殿下，我知道我们之前得罪了宋长师，可您已经责罚过我们了。宋锦儿刚新官上任，就滥用私权，报复我们下人。世子殿下，锦儿什么都没做。来人，这手指伤成这样，切了吧，不然到时候化脓，这手可就保不住了。世子不要！世子殿下，您看这手指好好的，切不得。真的没有伤啊，一点伤口都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世子殿下饶命啊！饶命！如果不是世子殿下看出端倪，我这新上任的掌事就要被冠上以权谋私、仗势欺人之名。说，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？是。不说是吧？张护卫在，拖出去杖责20大板。世子不要啊！是他让我这样做的。姐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放过我吧。姐妹，你几次三番的想要害我，当真以为我是活菩萨吗？姐儿，我新官上任3把火，简儿，你自己人，自己责罚。叶双儿指使他人污蔑锦绣阁掌事之人，杖责50，罚至换衣房，拖下去。不要！姐儿，世子殿下饶命！世子殿下饶命啊！世子殿下饶命啊！多谢世子为锦儿做主。我还以为你会放了叶双儿了呢。世子是觉得锦儿太过冷血无情？不会，我反而觉得今日言行果断，
尽显英气。世子谬赞了，只是世子是如何笃定他的伤是假的？因为我相信你。我孩儿的娘亲，怎么会是仗势欺人之主？会有影响吗？他居然要和我退婚，我不活了！滚出去！是萧神两家早有婚约，神父绝不会轻易允许萧父退婚的。娘，人家只想和我嫡姐订婚，但是我嫡姐那么多年不见，不应该就和我成婚吗？和那个贱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沈家的颜面何存呢？娘，那萧世子为了沈桃花多年未婚，没想到竟然为一个贱婢动心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过人之处。什么过人之处？什么过人之处？娘，那个女人她不过就是自荐枕席暗箭助胎，若不是那个萧家基于绵延子嗣，我看那个女人她就是应该按照祖宗家法珍堂示众。娘，她别不要我！这不知廉耻的贱婢，也妄想与我沈家共攀高枝！哼！娘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！好了好了，明日我便去萧府替你讨回公道。娘，你对我真好。你呀，好了好了。书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当然你最好看。只是好看吗？世子妃，咱们该沐浴了。等我。小猪，你下去吧。嗯。这里误事。白日依山尽，如何日当午？小猪，帮我拿下红色的肚灯。小猪，人呢？
馋了吗？试试。吻我。做噩梦了。我常梦到一个女人朝我伸出双手，要掐我的脖子，可我总记不得她的模样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伤害你了。世子殿下，沈云溪和沈家主母求见。婚书都已经退了，他们怎么还有脸来登门？沈家主母亲自登门，怕只是沈姑娘对你还不死心。那我只能违背你的意愿，提前将你这个世子妃昭告天下。来人，给世子妃梳妆。等一会儿，你陪我一起去会会他们。沈云溪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也是时候轻送。宋锦儿，世子竟然如此宠爱她。翠儿，翠儿！参见世子。沈夫人康泰。沈夫人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你就是那个爬上世子床榻的贱婢。沈夫人，锦儿是我萧王府世子妃，您这样口出恶语，怕是平白无故伤了我萧沈两家的情谊。什么？她现在是世子妃？娘，就是他抢了我的世子妃之位。为何我会对这母女二人有这么深的敌意？萧世子，萧沈两家的婚约20年前就定下了，就算你为了子嗣纳这个贱人入府，他也只配做个通房。云溪才是萧家名正言顺的世子妃。婚约是我和沈家嫡女沈桃花，况且婚约一直留着，也是我在期待桃花的出现，而并非她沈云溪。萧云礼，我沈云溪自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这个贱婢，她哪一点比得过我？沈大小姐，我琴棋书画、刺绣女工，也不见得弱于任何人。就算这方面我们打成平手，沈大小姐一口一个奴婢，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，沈家门风也不过如此。你品性德行不及锦儿分毫。哼！
云溪，退婚，沈家绝不会同意。世子殿下，属下有急事禀报。说，属下基本肯定宋锦儿就是沈桃花。在哪儿找到的？这枚玉佩是在宋家发现的，而且宋锦儿并非宋家亲生女儿。这玉佩的确是桃花小时候所佩戴的，那就是说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，锦儿就是桃花。去代宋母问话。是。说，锦儿当年是怎么被你们掳至宋家的？世子殿下明察呀！当年锦儿头部受了重伤，失去了记忆，这是老身心善才将她收留啊。那这枚玉佩是怎么回事？这锦儿她失忆，却天天攥在手里，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宝贝，就把它抢了过来。你们这些年对锦儿的折磨，改日我一点一点找你们清算。滚！谢谢世子殿下。锦儿就是沈家嫡女，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桃花。我这就去告诉锦儿这个好消息。宋锦儿，你们这是？你这贱婢，竟然能让萧世子为你与我沈家作对！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你们想要我一尸两命，那我就随了你们的心意。沈夫人，若云溪妹妹实在放不下世子，只要你求我，我便允了妹妹进府做个妾室。呸！什么世子妃，不过是个贱婢，竟敢让我女儿做小！哼！你就和你肚子里那个野种一起去死吧！去死！去死吧！啊！去死！娘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娘啊？一会儿我就送你下去见你娘。别害怕，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你娘了。只有你死了，萧沈两家的婚约才能落在云溪头上。去死吧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吧！是你？你繁华太极，娘，少姨娘，没想到你还认得这桃花。娘，什么胎记不胎记的，赶紧杀了他呀！是啊，杀了我，萧沈两家的婚约不就落在沈云溪头上了吗？什么？娘，
他到底是谁？赵姨，当年对我犯下的罪，如今我定要你100倍偿还。血海深仇不能不报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赵姨娘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住手！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饶了我吧！世子，饶姨娘，我是世子妃，你竟然如此谋害我！世子饶命，我没有害世子妃。沈夫人，你为了让沈云溪嫁进萧家，不是，竟然敢谋害世子妃，你知不知道？锦儿就是沈府嫡女，沈桃花。沈桃花，你说我是桃花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就叫你桃花吗？你是桃花？我丢失了儿时记忆，当你看到这胎记的时候，为何不早点认出我的身份？我自打见到你，你的胎记，你说话的方式，我就知道你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桃花。世子殿下，就算他有胎记，他也不一定就是桃花姐姐吧？对啊，世子殿下，就算他有桃花胎记，他也不是桃花，桃花早就死了。赵姨娘，你怎知桃花死了？我反正你不是桃花，世子殿下，你千万不要被他蒙骗呀！是啊，这块玉佩便是在宋家找到的，还有宋母亲口证实，这就是桃花自小佩戴的，所以锦儿就是和我有婚约的沈家嫡女，沈桃花。原来我就是桃花啊！这确是那小贱人自幼佩戴的玉佩，也是你小姐的订婚信物。是时候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娘，不可能！宋锦儿若是沈家嫡女，那我岂不是再无机会成为世子妃？母亲此时定有蹊跷。桃花她不是一劫罪，还不跟你长姐认错？桃花，都怪你妹妹对萧世子一往情深，非要嫁进萧王府，姨娘才鬼迷心窍，犯下这滔天之错。鬼迷心窍，幸亏胎儿并无碍，否则本世子要你们沈府上上下下为我孩儿抵命。母亲，桃花，都是姨娘的错，没有认出你是沈家嫡女。我们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放过我？没想到这世事弄人，竟然牵出我真实身份。赵婉华，这血海深仇，我沈桃花必要讨回来。我要让沈家大摆筵席，昭告全城，引我归宗。世子妃大度原谅，这点要求，你们沈府都办不到吗？好，我这就回去禀告老爷。
桃花，你我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明日我便陪你回沈府认亲，到时候重新定下我们的婚约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那小贱人不但没死，还进了萧府做了世子妃，还恢复了记忆。要是她回来，那就是我们的子期。那个贱人，他还卖给那个老头做妾呢，他凭什么让我们沈家为他大摆宴席？哎，哼，是啊。要是他在认亲的时候，那王员外寻上门来，哎，那可就有热闹瞧了啊！哎呀，只要世子厌弃了他，我倒要看看还有谁给这个小贱人撑腰。同喜同喜！哎，快快，这是什么喜事啊？恭喜沈兄终于寻回女儿，实乃天大的喜事。多谢赵兄前来，快！哇塞，好气派呀！这是谁的马车？真豪华，这是看你家的。这里面什么样的好气派的车呀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参见世子殿下。哇，这美女好美啊！真是太漂亮了。美女。不愧是沈家嫡女，果然气度非凡，尽显名门风范呀！正是，那姿容气度比那沈云溪不知强多少。哎，不可，世子殿下折煞下官了，快里面请。宋景，你就尽情嘚瑟吧，一会儿我就要你好看。哎，走走走，进去了。诸位亲朋好友，今日是我沈府嫡女沈桃花正式认祖归宗，感谢诸位前来见证。好，恭喜沈老爷，恭喜啊！父亲大人在上，桃花不孝，多年未能侍奉膝下，还望父亲恕罪。回来便好，回来便好，快起来。岳父大人，使不得，世子殿下折煞下官了。岳父大人，我和桃花已经结为夫妻，续入岳父家门，自当行礼。沈大人嫡女本就与萧世子有婚约，只是没想到二人再次重聚，还结为夫妇，当真是天赐佳缘呐！是的。贱婢，你就等着出丑吧。世子殿下，世子妃，请随我去祠堂行礼。哎呀，哇，这美女好美啊，真是太漂亮了！
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想要王员外来构陷我青玉，就你这点小把戏，还不够看。啊！美娇娘，大胆！世子妃面前休得无礼！小的眼拙，错将世子妃认成宋家逃婚的那贱女人了。啊？不是吧？世子爷，听说桃花在宋家的时候被送给六旬老翁做妾，难道桃花就是王员外口中所说的逃婚之人？啊？世子，这确实是我的美娇娘啊！没想到沈家嫡女遭六旬老翁玷污，还有脸进沈家祠堂啊！世子若是知道此事，岂不是连沈家也要跟着遭殃？幸好我早有防备。原来你都记起来了。不仅记得你我约定，还记得赵万华是如何杀害我和我娘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赵万华所为，我这就去沈府，让沈大人把他交给慎刑司。我要在认亲宴上揭露赵万华的罪行，让他咎由自取。一切都听你安排。明日认亲，沈家母女会想方设法挑拨你我关系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明天我就将计就计，让你自食恶果。姐姐，你之前给王员外做过妾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也是王员外的吧？沈云溪，胆敢诬陷萧家子嗣，你就是有10条命也不够。我是说，住口！胆敢污蔑世子妃，你不要命了吧？老爷，云溪也没有说错呀。桃花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完璧的从王府逃出来呢？你敢打我！我身为世子妃，教训你一个沈家遗女，不够格吗？世子妃恕罪，是臣就此无法。既然赵姨娘非要我自证清白，那我便随了她的心意。张护卫，是，请吧。这又是谁？哎，小贤妻，你到这干什么？说吧。回世子妃，王员外将民女掠了王家近1年，也未曾行过房事。王员外早就是不举之人。你，哎呀！真是不行啊！可真是何有还有这事儿。此寮强抢民女，恶贯满盈，即刻押入刑部大牢，府中妻妾尽数遣散，家财妻妾均分。奴婢谢过世子殿下，谢过世子妃。不是，世子饶命啊！世子，我行的，世子。走啊！你们母女2人蛇鼠一窝，污蔑我清白世子，让世子对我产生嫌隙是真，该当何罪？不是，世子妃饶命！世子妃恕罪，他们毕竟是你的姨娘和妹妹，看在为父薄命，饶过他们吧。若不是你当年宠妾灭妻，我又如何落得这般下场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父亲，还请你依沈家家法处置吧。老爷，不要啊！老爷，爹，孩儿知错了，爹，饶过我们吧。
父亲大人，今日是本世子妃认祖归宗的大事，却因沈家母女受辱，您不会要包庇二人吧？不敢。哼！赵万华、沈玉信，你们折辱萧家子嗣，污蔑世子妃，按家规重则50大板。来人！老爷，不要！老爷，老爷不要啊！老爷不要啊！老爷，老爷！当年我娘被赵婉华诬陷，我爹依照家规，重罚了50大板，任我如何哭求都无济于事，眼睁睁看着我娘被他们活活打死。这次认亲宴，我全部都给你讨回来。不要啊，爹！不要！老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世子爷，饶你了！爹，我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啊！您不能这么对于沈大人，莫非你和沈夫人一样，根本没把本世子放在眼里？臣不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重重的打！饶了我吧！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爹，我是你的女儿，饶了我吧！你不能这么对云溪，不能这么对云溪。我宋锦儿终于吃了这口恶气。饶命啊！姐姐，我错了，饶不好。姐姐，救救云溪！桃花，桃花，今天毕竟是你认祖归宗的吉日了，饶了他们。住手！是啊，今日是我认祖归宗的日子，还请沈姨娘帮我见证呢。赵婉华，你可不能就这么倒下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好，一拜天地。二拜列祖列宗。3拜高堂。好，礼成。我沈桃花终于认祖归宗了。沈玉溪、赵婉华，剩下的路就看你们的选择。今日沈云溪母女受罚，你可还满意？
桃花心中的苦闷也算消散一二。我会帮你彻底解决麻烦，你好安心做我的世子妃。可你还未挑起桃花的盖头，还不算正式夫妻呢。放心，你已经认祖归宗了，我会向沈家定下婚约，亲自为你披上嫁衣。真的？等回到萧府，我会亲自张罗聘礼之事。好困。竟敢给本世子下迷魂香，好大的胆子！过来呀！赶紧去把那个女人带走。绑架世子妃，你可是有杀头的。哎呀，表哥，你可是有赵贵妃撑腰的，难道你还怕她一个世子？婉环妹妹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报答我呀！讨厌，被疼着呢。沈之意那个老东西下手也太狠，你跟了他这么多年，居然下这么重的手。等我办成此事，我亲自给你上药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办正事儿。我们云溪的前程可都靠你了，快去！小心。哼！说，为什么给我们下迷药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姐姐可是赵贵妃。我要命！你们根本没有被迷晕。是啊，我们从进门时就发现了异样。这虚香有问题。我本以为你们受到惩罚，日后定不会再造次，没想到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谋害我。说不出了这口恶气，我赵万华以后在沈府如何立足？沈府立足？若是父亲知道你与这奸人有染，还会让你留在沈家吗？你胡说！你根本没有这事儿。有没有，得让沈大人定夺。张护卫，属下在。把沈大人请到偏房来。是。你，赵姨娘，害人终害己，你惹错人了。参见世子殿下，世子妃。妈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经过祠堂，我与世子本打算歇息，却发现有人在这熏香中做了手脚。我们假装昏迷，却听到赵姨娘唆使赵进才对桃花图谋不轨。啊！不是的，老爷。你好大的狗胆！不要命了吧？老爷，都是我表哥，他觊觎桃花的美色，嫔妾也是被逼无奈呀。都怨表哥，都
贱人，枉我对你那么好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弄死你！娘，沈桃花，我和我娘都已经受到了责罚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桃花自始至终都是被迫反抗，如若你们不做恶事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父亲，方才我听赵姨娘与赵进财的关系不一般，还请您彻查此事。老爷，你不要相信桃花的话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嫡姐，萧沈两家的婚约我不要了，沈家嫡女的身份我也不要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说的好像你像个受害人一样。萧沈婚约是我的，沈家嫡女也是我，而你，可能连沈家庶女也不是。你胡说！父亲，刚才我在假装昏迷之时，听到了赵姨娘对赵进财说：“我们的云溪。”老爷，你要相信我，云溪就是你的孩子。云溪早产，未满8个月出生，难道你未入沈家之前便已怀有身孕？不，老爷，云溪就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那就滴血认亲。张护卫，娘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欺辱我的女儿！你少污蔑我！我嫡姐可是赵贵妃，若我将此事告诉她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贵妃娘娘的弟弟是想拿皇权压制我吗？我堂堂2品官员，岂能受如此大辱？我来也。爹，连你也不相信娘亲吗？云溪，你若真是我沈之意的女儿，恰恰能证明你娘亲的清白。沈云溪，连你也不相信你娘吗？你放开我！爹！你果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爹，不是，不！老爷，这个水有问题，你不要相信桃花这个女人。我们不相信这水，难道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，老爷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赵兄，沈某一直把你当知己，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？对不住啊，师兄，当年婉华怀孕，家母一直拒绝她入门，所以实在没办法，才把婉华送到你的床上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当年你拼命过我喝酒，醒来却发现我和这个贱人稀里糊涂的睡在了一起。来人，在，把他送到慎刑司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嫡姐是赵贵妃，放开我！岳父大人，赵姨娘乃是沈家内人，您自行决定，保重。老爷，你看在赵贵妃的面上饶了妾身吧。
老爷，爹，你就原谅娘亲吧，你就饶了他吧，爹。不要叫爹，来人，到，将他们关进柴房。是。走。爹，我是云溪啊，老爷。桃花，姨娘错了，姨娘错了，桃花，姨娘错了，求求你放了云溪，我以死谢罪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以死谢罪？凭什么？那我娘呢？就应该被你活活打死！我苦苦哀求，你也未曾心软。要不是我命大，我早就变成了一堆白骨。我从小在宋家受尽屈辱，而你们却在沈家锦衣玉食，你叫我如何甘心？啊！所以，你什么时候恢复的记忆？就在你如同小时候想要掐死我之时。所以，你认祖归宗是假的，报仇是真的。没错，你们犯下的错必须受到惩罚。宋锦儿，你太阴险了！你故意在锦绣阁挑衅我，然后又装作一副很可怜的模样，让世子殿下怜惜你。我们都是你的一副棋子，你真是好生算计。对，我就是将计就计，我就是要利用世子，我就是要报仇，那又如何？我赢了，而你们就留在这慢慢等死吧。你都听到了？世子殿下，你都听到了，这个女人她一直都在利用你。闭嘴！桃花，只要你告诉我不是，我定会相信你。世子殿下，他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这个毒妇怀上你的孩子，然后又装作一副可怜的模样博取你的同情。够了！宋锦儿，世子殿下已经厌弃你了，他马上就会把你抛弃的。世子妃大仇得报，如今是要丢弃我这把刀吗？桃花确实利用了世子，我无颜面对你。孩子，我会送进萧府。桃花，就算本世子只是一把刀，在你这儿可还有用？云里哥哥，对不起。世子殿下还生气吗？我心甘情愿被你利用。对不起，我被复仇冲昏了头脑，才会说出那种混账的话。难道之前你只想留在锦绣阁，对我就无半分情意吗？有，但不确定。从今往后，你的眼中只能有我。
母妃，我的儿，你糊涂啊！世子妃都已经怀有身孕了，你怎么可以还做这样的事情啊？怪不得云里对你动心，原来啊，你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桃花。母妃就别拿儿臣说笑了。既然世子妃已经认祖归宗，那我们萧府啊，也应该啊履行我们萧沈两家的婚约，即刻上门送聘。儿臣这就去办。记住，10里红妆，3书6聘，一样都不能少。说，世子殿下，这礼太重了。岳父大人，不知道赵婉华和沈云溪您会怎么处置呢？全凭殿下发落。赵婉华害人性命，自是难逃一死。至于沈云溪，殿下请讲。沈云溪为了争夺世子妃之位，出10倍价钱将桃花嫁给臭名远扬的张二赖。本世子至今回想起来，还有些后怕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为自己的媳妇儿讨回点公道，应该不算过分吧？臣明白。臣这就派人将那个小贱人送到张二赖那里去。喜欢吗？大婚在即，桃花，我终于可以娶到你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心就是你的了。那锦绣阁呢？别说锦绣阁，全部的一切都给你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一我，只剩最人生死。世子妃金安。大家不必拘谨，同为秀女，本世子妃深知诸位劳苦，今日起，诸位工时减半，月薪翻倍。谢谢世子妃。太好了！你好。娘，谢谢啊，娘。你出去后去找赵贵妃。沈云溪，今日老爷叫你嫁给张二赖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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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贵妃娘娘，
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回贵妃娘娘，门外有一位自称沈云溪的姑娘，想要求见贵妃娘娘。沈云溪，我弟弟赵俊才被他们母女所害，至今还困在大牢之中。他还有脸来进本宫？去，把他给我轰走。是。啊，慢着啊，让他进来吧，毕竟他也是我弟弟的亲生骨肉。是。求姑母为我做主啊！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让你留在我身边。那我娘的仇，萧家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他的地位可不是你我能够动摇的。萧世子功高盖主，皇上早就想除之后快。倘若沈云溪能带我灭一灭萧世子的威风，定能助我正正皇后之位。啊，听说萧世子妃绣功了得，这次皇后寿宴的朝服就交给你来办。沈桃花，你就等着吧。你们几个把线绸缎拿过去，快点！哎，这个你要小心一点，然后把这个颜色呢都分配好，好吗？你小心点，别动胎气。没事儿。沈云溪，你还敢来锦绣阁闹事？这次我来是为赵贵妃办事，难道世子殿下连赵贵妃都不放在眼里？赵贵妃，赵贵妃是我姑母，她看待我可是如同亲生女儿一般。怎么，世子殿下是怕了吗？你们害我娘失去性命，又将我嫁给无赖，这笔账我定会向你们讨回来。我姑母听完你绣功了得，特地来寻你，让你为太后的寿辰做一身吉服。世子妃怀有身孕，断不可应承此事。世子殿下，难道你连太后的寿辰都不放在眼里？那我这就去向赵贵妃禀报。等等，我坐。沈云溪，赵贵妃想借你之手打压萧世子，恐怕最后只落得替罪羊而已。也好，这次我就永绝后患。这些图纸，这是赵贵妃亲自绘制的图纸，还请世子妃按照图案好好做出吉服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图案由特殊颜料所绘制，遇到阳光就会失色。沈云溪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无妨，我过目不忘。这图案我已经记下了，我即刻就将这几幅图案临摹出来，不会耽误皇太后寿辰。简儿，你受苦了。有什么不妥吗？这祥云图象征长寿和吉祥，这牡丹图象征着荣华富贵，而这下摆的纹路却有些不寻常。这些纹路更像是邪教诅咒之纹。赵贵妃竟然敢故意陷害我萧家！我现在就去找皇上说明真相。不要冲动，这图案乃赵贵妃亲手所画，月光则会失色。你是要拿着白纸去，还是拿着我的临摹去？既然如此歹毒，
后宫深宅，外男不便出入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我会一直在外面候着。世子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归来。锦儿见过皇太后，皇太后万安，贵妃娘娘金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太后。母后，这萧王妃乃是绣娘出身，此次太后寿宴特意送来了吉服，还请母后试穿。倘若在纹样和图案上有何不满之处，世子妃也好尽快修正。早就听闻萧世子与沈家嫡女重聚，真是喜事一桩啊！没想到世子妃还有这等手艺。多谢皇太后夸奖。皇太后恕罪，这肌肤下摆绣着邪教诅咒之文。哼！世子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们萧家是不是与我们皇家有何不满，竟敢在太后的吉服上做文章？回禀太后娘娘，臣妾所绣旗服下摆纹路，乃蝙蝠纹和云纹搭配。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花，但蝙蝠纹谐音福，云纹象征祥瑞，正与皇太后寿辰呼应。胡说，简直是个胡言乱语！你在。哼，这下摆的刺绣的确是云纹与蝙蝠纹的搭配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母后，母后！儿臣不知啊，儿臣是听闻这贱婢所言，事关太后的安康，这才一时慌了神。要是儿臣失察，儿臣一时鲁莽，还请太后责罚。赵贵妃，你构陷世子妃到底是何用意？儿臣不知，儿臣不知啊！都怪这贱婢，是她妖言惑众。来人，来人，把她拖下去杖毙！姑母，这一切都是你授意给我的呀，不能这样！闭嘴！闭嘴！来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来人呐！将赵贵妃打入牢中，听候发落。母后，不要！母后，我还没有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能活着再说吧。宋天儿。我刚才以为说的是你，我差点就冲进去救你了。你呀，都快当爹的人了，还毛躁的跟个孩子似的。对了，刚才公公说，太后懿旨，锦绣阁以后永久世袭隶属于萧家。锦儿，你不光救了我，你还救了整个萧家。如果说以前是萧云里单方面保护我，那以后我们便是相互扶持，一起强大了。夫君，谢谢你，让我在这场输不起的人生豪赌中华丽彻底的赢了。风铃孤寂桥上
时间摇过一风，只看你透彻。